好，最近呢，就是很多立委来揭发了，就是说这个公司很奇怪啊，过去也没业绩啊，怎么突然的卖这个就变卖军火了，卖那个也变卖军火呢？又扯出茶叶公司也得标国防部的伺服器案，茶叶跟伺服器是怎样？是电脑去种茶吗？到底怎么回事呢？而且到底这个标单是不是跟国安有关？是是不是涉及国安安全？是都有关哦。治安有关，国安有关，应该很重要啊。那这个茶行叫做鸿章茶行，5年就包揽了1800万公部门的标案了。你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嘛那就说他跟治安国安有什么关系呢？负责人就说我已经从事电脑业10几年了，我只是现在卖茶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江明忠说呢，资本额只有10万呢那5年怎么得了16案呢？就是大家不要小看，很多人说资本有什么关系？资本是有关系的。当然，就一个公司如果将要赔，资本赔完就赔完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资本当然有关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看他资本到底多少？10万就赔，我就10万赔完就完了嘛那除非他另外负责人连带保证另外的事情。那对公司来讲就是这样。所以什么叫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无限公司这样那另外呢，茶行负责人说我是斜杠开挂我做茶不能卖电脑吗？不能卖资讯吗？所以呢，我标了国防部的标案又怎样呢？那所以呢，立委是说应该全面彻查资格到底符不符合了那另外呢，王鴻薇又说他曾经呢因为伪造资格被韩国瑜抓包，立法院说不行所以表示这个他去告立法院还败诉了。就表示是法院登记有案的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又说，民进党说马英九当时候也曾经跟马桶厂商去购买装甲，马英九说我不要再当救援投手了。你看我每次把我马维拉每次把我拖出来干嘛呢？那另外呢，因为买炸药采购惹议，顾立雄说我不是量身定做的。我干嘛量身定做？我干嘛管他有没有业绩？我干嘛管他资本额多少？我只要看他有没有交给我保证金，有没有交给我这个之后的万一交不出或者罚金，就是怕什么？到时候我们还要验收对不对？还有过程问题不是我常常讲，不是罚钱的问题。我今天要罚你厂商，我不是要罚钱，我是要你做好比较重要。我是你东西交货比较重要。假如我家里比如说要改建我的厨房。对，我一定要看这个你以前做过哪些对，哪些业绩给我看看做在哪里，甚至给我看看什么地方做得好，做得不好人家现在很多都更也是这样要看看到底他哪些这个做得好不好，然后那个房子可以卖多少钱等等，要看条件嘛，不是罚钱呢。你那个3%、5%，那不是你的目的你国防部差这个钱吗？是他要准时交货，弹药要来，武器要来，这个才比较重要嘛。所以为什么要看他过去的业绩、时机、公司的规模、公司的历史，主要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说没关系，反正打官司我会赢，到时候罚钱就好了，是这样吗？海鲲号台船要罚钱呢，现在按这连续处罚，你是真的希望台船罚钱，还是希望海鲲号在11月完成了海测，完成了这个潜测，然后都能够交舰比较重要呢？道理是这么简单嘛？所以顾立雄很生气，我觉得其实也不必生气，2度暴怒呢。然后骂马文君说：“你说我说谎，我不能接受，我没有说谎而且说军火标案20年都是他的规定就是这样规定这签约金交多少钱，保证金多少钱然后呢，怎么样经过层层的检验验收，都是这样规定为什么特别找我麻烦呢？所以联合报说，标案的门槛是很重要的。”就算是20年都这样，你现在大律师应该管不能够说20年都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看一下，鸿章茶叶公司资本额只有小小的10万块，但是呢，它可以标到国防部好几个资安相关的电脑设备维护的案子。不止被蓝营点名，民众党台南市党代表张明宗也在脸书列出鸿章过去5年得标了16案，总金额约1800万，承揽单位遍及中央与地方，而鸿章茶叶负责人是他。没有觉得会标到，然后他就打电话来说我们标到了。我说真的我们连人去开标都没有去开标，你说我们标到了？
是啊，那几个标商知道吗？好像没有人标会。年仅30岁的林怡君，从烘茶叶到分装送货，都是他一人包办。而这茶叶其实是他的斜杠，资讯才是他的专业。我是资管系毕业的。证照吗？证照是那个工程师，我们有时间，然后就考一些证照。工程师他有一个月连续3个礼拜都在考证照，那就是帮我蛮多忙的，可以符合说，就是他需要的人，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投标，把得标功劳归给他的合作伙伴黄姓工程师，亲自出面事宜，而被称作是台南军火帮的2家厂商也发声了。大实国际强调公司完全符合投标厂商资格，没有任何违法违规情事，甚至反控议员不实指控要开告。福迈国际则透过律师出面。本公司得标前已正式取得美国知名军工大厂 SAE 公司为期10年之台湾独家代理权，相关投标过程合法，程序完备。本公司并非毫无经验之业者。现在被指控的厂商一个个出面，都说不是赖友友、绿友友，要跟政治做切割。来，玉祥。其实我觉得就是国防部的整个采购的相关流程，一定是严守我们的采购法。那其实相关的这个采购法里面，刚顾立雄这个部长也讲啊，就是20年来规定都是一样的。所以相关的这个情势，如果说国民党的立委认为有不法，欢迎大家去提告。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不法，送法院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厂商的资格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还是要去注意到，第一个，这一些货能不能如期的进货。第一个是这个部分，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一些品质够不够能够让大家可以去勘验。除此之外，我们要看风险能不能管控。我觉得这才是最终的重点，尤其在国防的采购的这些案子里面。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整个采购的这个标案里面，我们要去注意到后续它的履约保证，包括它中间的保证金，或者是在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它后续的整个交期等等，都透过这样的一个检视，我们才能去厘清说这个采购案到底是不是合法。那如果说外界大家认为这个采购案或者是这个标案，这个厂商它是不符合资格的，我觉得欢迎大家去检举啊。如果真的这么不合法，立刻去检举，如果有任何不法，就把他们查起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放心，今天的问题都是与常识不符合。从我们的常识都会觉得怎么会是如此？我现在先提一点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2016年那时候呢，在2016年呢，蔡英文当选了之后，我们还记得小英资友会的副执行长古胜辉，他就去登记了一家公司叫做立阳，然后接着就去做太阳能。后来发生弊案了没有？发生了弊案。那请问一下，他是小英资友会的副执行长，他知不知道蔡英文要大力的推太阳能？他也成立了一家公司啊，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合法啊，可是他拿的标案后面就是问题重重，因为政商关系重重。军火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陌生，我们会认为说他的知识的门槛应该是要高的，他的专业门槛应该是要高的。但是现在连炸药都不需要门槛了。你能够进口炸药，但是我们现在想要问的是，它跟超丝的鸡蛋案进来一样，超丝的鸡蛋进来的时候，大家去问说你有没有冷藏设备？我也很想问，那么现在这个福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一个所有装炸药的这些仓储设备？其实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设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你有没有这些设备？理论上这一些都应该是资格，可是没有看到有任何这些相关的资格。然后就说，因为我们有一家美国公司 SAE， 我们的独家代理权，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承标。那我想请问一下，运送过程的那个安全维护的问题，你有经验吗？那在运到了，你要知道，炸药在载运的过程当中，很多港口是连你接近都不准接近的。请问一下，你有相关的这些经验，有相关的设备，有相关的这些专业知识吗？这是为什么福迈这个案子会让大家觉得突然一惊？而这一些公司，我不要讲这个最新的这个茶叶行啊哈，因为资讯的话，我相信它的门槛确实是比较低，因为台湾做资讯的公司非常的多。可是福迈也好，大使也好，他们要招标的炸药也好，他们招标的底火也好，他们很厉害，他们都是去年才刚刚登记的枪炮弹药进口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项目，在赖清德当选之前，你们都没有这些业务，赖清德当选了之后就有这些业务。我真的不客气的说，就是用这种方式，那么你说真的发生了问题，我们再来追究吗？好，先来讲啊，其实你知道军火采购案最大的问题就是验收，只要有关系，验收通过。
陈水扁当年一举成名的就是那一个，就是这个钢板的那个抗炸案，验收通过了，被他发现是有问题的，那从此他一举成名。那对啊，那等到说你验收完了出问题的时候，对不起，它都已经是消耗品，这是我们现在想要问的很大的疑惑。这里面为什么？如果说它其实理论上来讲，炸药是一个很小的环节，有经验的厂商也是蛮多的，但为什么只有1人投标？这背后你就会知道说军火的这个业务其实水很深，所以大家才会如此的愤怒。那我觉得呢，顾立雄顾大部长，你也不用更笑登羞气。你如果真的言之在理，就好好的说理；你如果连道理都说不出来，只能用生气的方式，只是让大家看穿了更笑登羞气。可是我最后想要提一点呢，其实这个 RDX 进口这件事情啊，让我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因为它是高爆炸药，理论上它在很多的环节里头都用得到。那我们过去呢，就是在高雄大树，以前叫203厂，现在已经被那个小港的205厂合并了哈，但这个工厂还是在203厂，它是专门生产火药的一个工厂哈。那么我其实知道这个工厂已经很久的时间了。那我想问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平常很多的武器要用的高爆炸药，我们203厂会没办法生产足够的炸药，而必须要进口的话，我请问各位，发生战争了之后，我们的高爆炸药从哪里来？我真的非常好奇。不，基本上这个案子我这样看了哈，就是说，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我在贸易公司做，也曾经这个从事过军火的这个中介买卖哈，这几个兵工厂，不管台北的什么44啊，高雄的什么61兵工厂，我通通看过哈。带着美国的厂商去看，所以非常了解那个整个制作过程。这个情况我是觉得说，为什么他原来不是搞这个，突然搞这个？很可能就是呢，军方需要人跟他讲说，我现在需要这个，你去找他，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呢？对，他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今天随便开一个公司，我怎么会知道他需要这个东西很特别的嘛？一定是有人告诉他你去，而且告诉你找谁。对，然后他就呢跟那个公司讲说，他告诉我找你。user 要用的人告诉我，跟 supplier 跟这个提供者，他们都知道，他告诉我，所以你给我你就会得标了，其他也不用来了，他就给我了。你自己想想看，这中间，那这是等于是一条龙了嘛？你叫我去找他，我找了他以后，你要不要验收？你要不要付我钱？道理就这么简单了。这种猫腻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来？其他人知道来也没用啊，来了也得不了标，干嘛去陪绑呢？就这么简单，但是也就这么复杂。军事采购一向是非常复杂的啦，真的一向非常复杂。我再提一点，那你以为立法委员每天在那边看网络上面的招标案，然后突然发现这一家公司有问题吗？一定是有人，当然是有人告密，有人就不服气以后提出来检举的了，一定是这样。休息再回来。好，最近一个大事呢，就是宪政的争议哈。那立法院3度通过法案，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就公布嘛。那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制度这被理事会通通搞坏的啦以前的制度呢是行政院送来的复议，立法院用2/3不通过以后呢，行政院长只有接受或辞职。那修宪现在改成了这个1/2退回复议案，不通过复议案，行政院接受，没有他辞职。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因为以前的行政院长是要立法院同意的，所以他有间接民意。现在不需要了，李登辉把它改成不需要了，因为怕我提的行政院长你们不同意啊，所以行政院长不需要这个立法院同意，那总统爱用谁做行政长就可以了，随时换都可以啊。我早上任命一个，明天换也可以啊，晚上换也可以啊。所以已经不是行政院长，已经不像以前的行政院长，已经变成跟总统的秘书长替总统跑腿的一样，真的变成这样子。那好，那所以呢，现在行政院的附属，以前是说这个可以来对抗总统的，就总统意见不一样，我行政院长可以不附属。现在变成总统、行政长加起来对抗立法院，这不是修宪原来的本意嘛？不是宪法的本意，也不是征修条款的本意。所以呢，现在这个行政长说他不附属财划法，而且有3个原因。说第一个呢，违反权力分立。第二个呢，这个违反公开透明的民主程序；第3个呢，会造成对国家无法恢复的重大危害，说政府会多花5000亿。但有人讲了，那你那个
国防任性，一边就是1兆1.25兆，这5000亿就是怎样？而且真的会让你亏这个不够5000亿吗？那所以呢，他现在引用宪法37条不附属，所以呢，联合报就说你是错把鸡毛当令箭，没有这个意思，谁叫你拿来对付这个立法院呢？赖清德说在野党滥权立法，所以呢，把台湾推向独裁悬崖，现在叫做立法独裁。因为之前在野党都骂赖清德你是民主独裁，赖清德好，你叫我民主独裁，我叫你们立法独裁所以呢，台湾现在不管是这个赖清德嘴巴的这个独裁。立法独裁，或是在野党讲的民主独裁，都在独裁都在那个悬崖旁边了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如果在合宪方式下，我愿意国情报告。那他选总统的时候不是啊，因为我当时也在选，我知道他说我当选，我愿意到立法院而且我接受询答。现在又是要合宪，完全就不接受你们询答，我去报告。那在野党干嘛要你来报告？让你有一个作秀的机会，然后讲了半天还不能问。那我干嘛叫你来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在野党也不会邀他来了那另外呢，国民党说他现在比尹锡悦更独裁，因为尹锡悦最近才在关起来在审嘛那黄之昌说这样子危急宪政，赖清德注定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留下骂名而且赖清德选举的时候，中华民国是灾难。好了，我讲错了，再补充，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记得吗？好，那所以呢？赖总统创了个新的名词叫在野独裁，从来没有听过在野独裁的学者就说独裁是行政权才能独裁，在野党他什么都没有在手上，他怎么独裁呢？我们看一下，现在国会正强行推动的，还有一系列对国家国人带来重大威胁的滥权立法。总统深夜谈话说重话，这不是民主的展现，这是对民主的侵蚀，更是将台湾推向立法滥权、在野独裁的悬崖边缘。指的正是立法院近日推动的法案，包括了不被附属的财划法、刚3读的年改修法，当然还有进行中的立委特别费除罪化。我们不能够容许错误百出的法律削弱台湾的竞争力，更不能够让国际社会对台湾失去信心。我必须维护宪政体制。是跟卓奎一样，跟在野党杠上了吗？总统字字句句没在客气，也真是亏我们亲爱的赖皮总统赖锡悦总统还会想出在野独裁这个话。赖总统搬到火星上去了，你的宪政学可以去统治火星了啦。哪一个国家不会3读通过的法律，复议案被立法院否决了以后，结果行政部门还可以选择不公布。赖清德、卓荣泰，你们践踏台湾的民主宪政，注定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留下骂名。但接下来蓝白阵营又该如何接招？是否真如卓院长呛撒的欢迎提倒阁？目前看似几率低，因为这等于又要重选。若在野党退一步，伤害固然最小，不过蓝白立委人数多，怎可能轻易低头？眼下看来，这剧本最有可能朝野对立，仍无解。我刚收到一个最新的中华民国总统用监，是赖清德发给韩国瑜的立法院韩院长训诫字很小了就是说他怎么讲呢？他说行政院长就前面先这个骂一顿立法院了行政院卓荣泰表明此次修正侵害行政权，违宪重大且明显，为维护宪法赋予预算编列权并承担施政责任，决定不予附属，以示对宪法之忠诚，特此函达。这赖清德赖总统帮行政长说，他不给你附属了这是不是给立法，是不给总统附属嘛？那个角色搞错了。来，老沈，这个主持人你晓得，也许你不晓得，我从小就喜欢社会科学但是我活到老沈，医科才读完1年就考上那个律师的检察官的这个什么，你们叫什么高检？这不厉害这不关本题了。但是老师你有兴趣嘛？但是活到这个年纪我越来越看不起社会科学。为什么这样？因为你自然科学还有生物科学、生技科学就比较差一点，但是非总不是那么难也许慢几年还是有一个答案。社会科学，你有没有看到昨天你有没有看到绿台
很多大牌的学者、很多大律师、很多名嘴，对这么简单的事情，竟然讲得口沫横飞，而且立场啊，完全跟社会一般的常识颠倒相反。别拍死人，别可以想。所以社会科学哪有学问啊？我在这里公开去讲，以这个为准的话，社会科学没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意思啦。是没有标准啊，而且你可以哪个拗鬼，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都没有问题。标准的，只是他们这样讲而已了。这个问题哈，其实重点在哪里？就是说大选完了以后，阻隔了，那是朝小野大嘛。民进党就是不服气，朝小野大有朝小野大的做法，你昨天都讲得很清楚嘛，就大联合政府啊，或者联合那个都可以，不协商，但是他不接受的，他不接受，他其实一直要把大在野变成大在野，然后呢，再吵啊更大，吵更大哦，野大吵更大，野大吵更大，而不接受朝小野大，所以他第一次的作怪就是他。大罢免，那他的做法，民进党是敢啊，你听好哦，民进党是敢啊，就是宪法没有规定的他要做，宪法规定不可以做的他也要做，他是反正有把柄有漏洞，他可以钻的，可以达到他的愿望的，他都做，所以大罢免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结果惨败，那他没有得到教训，他那个赖清德说。蓝白没有得到教训，其实没有得到教训是他，所以这个显然这个不附属是一个大罢免、大失败的2.0版，完全是2.0版，就是要说我朝小野大，尽量还是干我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回到宪法，因为这个宪法的征修条文不长，而且文字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宪法征修条文里头就写。经过复议被否决的法案或者是预算案或条约案送回行政院以后，行政院有几个选择？我告诉你，只有一个选择：接受，立即接受，立即接受，没有什么，他没有第二个选择，没有第二个选择，不像以前可以下台，现在没有啊。然后呢，现在好没有选择，他偏偏有选择，他就想出了这个3不：不附属。不公告、公布、不公布、不执行、不执行，选的这3不，一些比较书生气质比较高的，像林左水他们就硬是咬着这个就是要制衡虚位总统，因为是有内阁制的精神，所以呢，经过国会通过的阁揆可以用这个来制衡总统。他没有想到修宪以后，阁揆同意权拿掉了，我讲的那个尽量 CV 了已经被拿掉了以后，阁揆跟总统是一个人是什么？是沆瀣一气，哼哈二将，哼哈二将，沆瀣一气，好吧？这个二将，然后沆瀣一气，就是一个人嘛。所以赖清德发文给韩国瑜嘛。所以比较简单的讲法就说一个人否决掉这个国会134个人，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讲法。但是问题我要讲的比较有学问一点，要不然人家会笑我。这个就是说这3个不。本来修成到目前为止，就是说我否决了以后送回去你就接受了。但是接受了以后呢，这3个步骤你要公布要附属要怎么样的，就好像你要把一个人把帽子戴好，把披风披好，然后给他一个权杖，然后也要摆出来说，本法案通过了，要执行了，这是变成一个程序问题。但是呢，这个庄太跟这个赖清德他们2个人谈的结果说。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把它当程序问题，我们把它这样说，失去要件，失去要件，这个就是不能够完成立法。他不晓得没有这个选择了，没有这个 choice， 因为没送回去以后，在你手中，这个就是你接了，这个就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选择就是你要接受。那有什么情况可以不接受？你知道吗？现在他们就讲说我已经处理了，轮到你你有种你就。倒戈你想，国民党这边就牙齿吃黄连，好像我不倒戈就是我没有胆子，不是这样，这个案子还在你手中，因为这还在你手上，而且还是要接受的，只是你把他说他装扮不完整，衣服没穿好，权杖没有拿好，这个印章没有拿好，所以他出不了门，不是这样。你如果不要接受，只有2条路，第一条讲的难听一点，讲的缺德一点，就你死掉。
你刚好死掉，那死了就一了百了人亡政息就没了。这条路你下台，你要下台啊！你下台就一切重来嘛啊！也许赖清德有新的做法也说不定，不知道，也许还是照样。但是呢，你不下台，这个就没完没了。所以现在我要在这里给各华几轮争得，我要借在这里给国民党这几点我的看法了。就说国民党现在在我们节目里头啊，或在前次的节目里，他们讲说，我们现在趁这个时间呢，拼命立法，要累积很多法案。他说民生法案了，要累积我们的成绩，看他敢不敢不复数。我跟你讲，他就复数给你看。他一旦复数了，他以前不复数的历史罪人的这个名字就洗白了嘛。你再怎么骂我，也许那2个我不对，但是我现在复数了，我也是好人啊，我又是一个正常的院长了。国民党千万不能通过民进党可以接受的法案让他复数，这个就是你笨的地方。第二点呢，你要让他下来，那他不下来怎么办？你是不能投票，你不能在立法院举手说我们要让他下来，因为你投票让他下来，你就是举手罢免了嘛。啊，你罢免了，他就有100%的结果把你解散掉。所以不能表决，绝对不能。你不表决以外的方法，有足够的工具可以让他做不下去嘛，对不对？我们要说嘛，在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了，就让这个行政院长每天来的都上不了台啊，就一直闹一直乱。但是呢，国民党最怕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论述没有力量。你只要看昨天，我为什么现在讨厌社会科学？你是要昨天看绿台的那些人讲的口沫横飞，讲的头头是道，讲的这么没道理的事情，也好像非常有道理。你刚刚。那安呢？所以呢，这一点他们没道理乱讲一通，你要讲的比他更好啊！然后呢，要逼他下来，要不然呢，就是在国会，他让他寸步难行。休息一下再回来，放心。